打开一桶泡面，拿出里面的黑球，偷偷抹上牙膏，悄悄塞进身体里。黑球里藏着毒品，男人要把黑球带给关在2区的另一个囚犯，可监狱守卫森严，他只能用身体运毒，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帮派考验，得到大佬庇护，避免在监狱受苦。第二天放风的时候，麦克假装上厕所，把黑球取出来，随后交给接头人，就算通过测试，成功加入帮派。然而好景不长，接头人再次找到麦克，让他去杀死一个囚犯。麦克顿时愣住，他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之所以被关进监狱，只是因为自己酒驾，被判有期徒刑16个月。麦克本想安安稳稳等待出狱，可就在这天夜里，一个柔弱的狱友竟然被一群黑人围上去羞辱。为了在监狱永保平安，麦克想方设法加入帮派，可现在让他去杀人，他不敢。然而接头人告诉他，如果那人不解决他运输毒品的事情，就会被人发现，左右都是死。麦克只能拼死一搏，趁狱警不注意，同伴把人拖到角落。麦克手里拿着刀，却开始犹豫不决。可在同伴的催促下，他还是选择了妥协。没想到的是，一只脚踏进泥里，便再也走不出来。很快帮派发生纷争，麦克不得不参与斗争，双方顿时打得不可开交。麦克发现同伴有难，立即冲上去撞倒敌人，拿出藏好的铅笔，猛地刺了进去。幸亏狱警鸣枪示意，双方才停止了纷争。麦克趴在地上，却发现刚刚的一切都被头顶的监控拍到，这下完了。因为蓄意伤人，麦克被判加刑10年。看着妻子绝望的眼神，他主动提出了离婚。It's over. Forget I exist. 他把手伸进桌下，偷偷拿出铅笔当武器。这里关押的都是重刑犯，他们要打架了。囚犯们从不同的地方拿出凶器，泥土里、裤腰里。这个男人点点头。监狱里的2帮人立即打成一团，狱警为了惩罚他们，直接将他们关进笼子，将他们暴晒48小时。麦克被送往笼子的时候，恰好遇上仇家，他疯了一样冲上去，用膝盖顶碎对方的头骨。笼子里的黑老大看到后，忍不住连连赞叹，看到麦克这么能打，又听说他讲义气被加刑。黑老大单独召见麦克，他势力庞大，就算人在监狱，依旧指挥着外面的一切，就连狱警也要听他的话。黑老大让麦克替自己做事，麦克虽极不情愿，但也知道在监狱里最不能得罪的就是黑帮的势力，他只能跟黑老大统一战线，还要每天跟他一起锻炼。无论是高强度的俯卧撑，还是负重级的深蹲，麦克都能坚持完成。每完成一个任务，身体就会被纹上一个刺青。很快，麦克身上满是纹身，这意味着他在帮派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除了黑老大，他就是帮派最厉害的角色。黑老大通过关系给他争取假释出狱的机会，麦克内心突然变得柔软，他十分想念妻子跟孩子。可临走之前，黑老大却派人交给他一部电话，要求他利用出狱的机会替自己完成一场交易，他们要走私1万支枪支。麦克想要回归正常生活，果断拒绝黑老大的要求，可他竟用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麦克只能答应。刚刚出狱的他只能第一时间赶到接头人那里，谁知竟遭到警察突袭。麦克知道有人出卖了他们，而唯一知道交易的人只有接头人跟他的手下。麦克偷偷跟踪接头人，发现他正跟警察交谈，内鬼果然是他。麦克没有声张，而是在交易这天直接闯进接头人的家里，将他直接废掉。接着找到他的手机，发送多条交易信息，再把手机塞到男人手里。等警察赶到，一眼就发现手机里的信息，殊不知这正是麦克布的局。他第一次入狱就被人团团围住。进了监狱才知道这里有多惨，但他却从一个文弱小白蜕变成帮派的2把手。为了保护前妻和儿子，麦克就算已经出狱，也不敢跟他们相认，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偷偷交给前妻。谁知第2天，前妻主动找上门，还带来了儿子。看着长大成人的孩子，麦克不禁泪流满面。幸运的是，儿子非常懂事。I get why you pushed us away. It was to protect us. But Dad, you've done your time now. It's over. Let us help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Please. 麦克深受感动，可还是转身关上大门，拒绝和他们在一起。听着儿子愤恨地骂自己废人，他顿时泣不成声。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们。交易这天，麦克故意将交易地点发到接头人的手机上。正当双方交易的时候，警方根据信息迅速找来，麦克急忙趴在地上，乖乖等待警察的抓捕。这次他被判处终身监禁。警察悄悄找到麦克，知道是他发的消息，希望他能成为证人，指证黑老大的罪过。可麦克果断拒绝，为了妻儿的安全，他什么都不能做。可第2天，他就被黑老大约谈，对方知道是麦克在搞鬼，发誓要用他妻儿的性命弥补自己的损失。麦克听闻顿时脸色大变，在离开的时候，他竟拿出刀片抵住狱警的脖子，逼迫他放下对讲机，接着把狱警关进笼子。来到黑老大面前，将他放了出来。只有彻底解决他，妻儿才能平安。2个大块头扑倒在一起，打得不分你我。麦克果断拿出刀片，结果这个黑帮大佬再也没人能威胁他的家人。原来他在进来之前，偷偷把刀片藏进瓶子，塞进了身体中。他干掉黑帮大佬，成为监狱新的老大。虽然永远失去自由，
可妻儿却换来永远的平安。永远不要用家人的性命来试探一个男人的底线。